订婚宴上，孙浩跟着刘晶晶跑了，走的时候还留下一句恶心的话：“秋月，对不起，我跟晶晶是真爱。”同一天被丢下的还有刘晶晶的男朋友，那个为了救她而本该拥有幸福生活的徐铁军。老许，你要老婆不要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要老婆不要？我这样子，女朋友都跟人跑了，谁愿意嫁？我把订婚戒指从手指上撸下来，扔进了垃圾桶。秋月，你可想清楚了？铁军他，我想得很清楚。铁军是个好人，可他这腿……我知道，但我决定嫁给他。李秋月，你别冲动。我没冲动。你疯了？你知不知道嫁给我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嫁给了一个救人的英雄。秋月，这是气傻了吧？就是，嫁个瘸子，以后怎么过日子？我只是群穷光蛋。老许，回家。你家还是我家？咱家。我叫李秋月，今年24岁。徐铁军比我大4岁，是同村人。他在大厂里上班，每年都攒下了不少钱。表妹刘晶晶一家眼馋人家的积蓄，就主动发起追求。铁军哥，这么巧啊，我刚好路过，给你带了瓶水。哦，谢谢你啊，晶晶。徐铁军哪经历过这些，不到1个月便被拿下了，两人成为男女朋友。据说双方家长都见了面，连彩礼都给了，18万8，可没多久就出了事。那天刘晶晶去镇上赶集，被一辆失控的货车撞了，徐礼军一把推开他，他自己则被撞飞了，双腿受了重伤。医生说伤得太厉害，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。铁军哥，谢谢你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没事。后来他去看了2次，就不去了。再后来，他跟别人说：“我可不能嫁给一个废人，我还年轻，不能被他拖累一辈子。”这些话传出去，村里人都说他没良心。就这样，两人之间的婚约被刘晶晶单方面撕毁了。徐铁军的妈妈想把彩礼要回来给他治腿，刘晶晶一家却高低不同意，人也不见，电话也不接。我那二姨和姨父逢人就说：“我女儿跟那瘸子谈了1个月，还去看了瘸子2次，这18万8就当他家赔偿我们家了。”村里人说他们吃相太3看，但他们一家人都不在乎，刘晶晶更不在乎，她眼里只有我未婚夫孙浩。孙浩是城里人，在镇上上班。刘晶晶觉得嫁给城里人比嫁给坐轮椅的强100倍，于是她天天给孙浩发消息，约他吃饭。孙浩也不是个好东西，郎有情妾有意，两人3两句就勾搭在一起。订婚宴上，孙浩跟着刘晶晶跑了。秋月，对不起，我从来没爱过你，我跟晶晶才是真爱。整个院子瞬间死一般的寂静。我爸脸色铁青，我妈差点倒在地上。秋月啊，感情的事儿勉强不来，你就成全他们吧。晶晶也是为你好，那孙浩跟你也不配。行，成全你们。老许，你要老婆不要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要老婆不要？第二天我回了趟家，我妈一直抹眼泪。秋月，你疯了！你嫁给他干什么？他坐轮椅，以后怎么过日子？你才24岁，你不能把自己一辈子搭进去。我爸蹲在门口抽烟，一根接一根，不说话。我哥和嫂子从城里赶回来，指着我的鼻子骂：“李秋月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那徐铁军是个瘸子，他家穷得叮当响，你嫁过去喝西北风啊？”他人挺好的，还救过晶晶，是个好人。好人，你能当饭吃？人瘸还傻，积蓄都被人骗走了。好人不能当饭吃，但我愿意。秋月，你可想清楚了，这不是小事儿，是一辈子的事。我想得很清楚。你这是要气死我呀！你嫁给谁不好，偏偏嫁个瘸子，你让村里人怎么看你，怎么看我们？妈，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。我在乎，我们老李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秋月，你真的想好了？想好了。不后悔？不后悔。行，你的事儿你自己做主。铁军这孩子我也算是看着长大，人品好还踏实。他爸，闺女大了，管不住了。
我们结婚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，说什么的都有。秋月这丫头脑子进水了，嫁给一个坐轮椅的，以后怎么过日子？听说她表妹把城里男朋友抢走了，她这是赌气呢。赌气也不能把自己一辈子搭进去啊！老李家这脸丢大了，闺女嫁个瘸子。徐铁军那家穷得叮当响，他妈以前还要过饭呢。一个瘸子，一个傻子，绝配。这些话传到我家，我妈气得发抖。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全村人都在笑话你。妈，让他们笑，他们笑够了就不笑了。你说的轻巧。我妈把杯子放在桌上，又哭了。我爸不说话，只是抽烟。我哥给我打电话，在电话的那头叹气。秋月，你要是过得不好，就回来，哥养你。不用，我会过得很好。徐铁军家很穷，从小就是他妈一个人拉扯他长大。后来他进城厂里去了，他妈在村里种地，家里就3间老瓦房，墙皮都掉了。院子倒是挺大，种着一棵枣树，还有一棵桂花树，秋天的时候满院飘香。秋天能结好多枣，又脆又甜。小时候我爬上去摘枣，摔下来过。那我要吃一整个秋天的枣。都给你，一个都不卖。他妈从屋里出来，看到我们愣住了。铁军，这是秋月，我媳妇儿。啊，我们领证了，刚才在镇上领的。孩子，你想好了？我家铁军想好了吗？徐铁军的亲戚们很快就知道了消息，他大伯许大山第一个上门。铁军啊，听说你娶媳妇儿了？大伯，长得还行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干活。铁军这腿废了，以后家里家外全靠你了，你可不能嫌弃他。我不会。那就好。对了，你爸当年欠我5000块钱，你们什么时候还？大伯，我爸什么时候欠你钱了？怎么没欠？当年你爸看病从我这儿拿的5000块，0年前的5000块，现在得值1万。大哥，他爸当年看病，你1分钱都没出，你还有脸来要钱？弟妹，你这话说的，我咋没出？当年你孤儿寡母的，要不是我帮衬，你们早饿死了。帮衬？你帮衬什么了？你抢我们家地，抢我们家房子，铁军他爸尸骨未寒你就来搬东西，你那是帮衬吗？你那是吃绝户！行，不跟你们扯，那5000块我不要了，就当喂狗了。但宅基地的事儿，咱们得说清楚。这宅基地是老爷子留下的，有我们一份儿。大伯，宅基地在我名下，那是村里批的，跟你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老爷子留下的地，你们孤儿寡母凭什么独占？我告诉你，这房子我们要定了。哥，你现在腿废了，守着这破房子也没用，不如卖给我们，给你点钱，你也好过日子。不卖，不卖，你不卖也得卖。你一个瘸子能干什么？早晚得把这房子败了。大伯，这房子是铁军的，谁也抢不走。你要是想抢，咱就去村委会说理，去镇上，去县里，去法院。我不怕打官司。你一个外姓人，有什么资格说话？我是铁军的媳妇儿，怎么没资格？铁军的腿是怎么废的？是为了救你们家晶晶。你们不感恩也就罢了，还来抢房子，你们还要不要脸？刘晶晶的爸爸跟许大山是表兄弟，可能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两家人臭味相投，关系好到比亲兄弟还亲。说刘晶晶是他们家的也没毛病。你这个小贱人，你说谁不要脸？说你呢。
你们一家子都是白眼狼！李秋月，别看我现在残废了，但我好歹还是兵王。大伯，你要是敢动他，我跟你拼命！行，你们狠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能狠到什么时候。铁军，妈对不起你，妈没本事，让人欺负。妈，没事了，以后有我在，谁也不能欺负你们。婚后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苦，徐铁军坐轮椅干不了重活，我一个人的工资养2个人紧巴巴的。徐铁军每天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还学会做好饭，等我回来一起吃。他很努力，我也很努力。这是你和我？老许，你手艺这么好，怎么不去卖？谁会买这个？网上啊，现在直播带货那么火。我行吗？你肯定行。第2天，我买了一个手机支架，在院子里支起来，拍它刻木头。我在网上开了个账号，叫铁军和秋月，每天发视频记录我们做手工的日子。一开始没什么人看，只有几个点赞，几个评论。是不是我做的不好？不是，是还没人发现你。那怎么办？等人发现你。刻几个破木头还想卖钱？网上都是骗人的，谁买呀？秋月这丫头越来越不靠谱了。跟着一个瘸子能学出什么好？刘晶晶也回来了一趟，站在我家门口，笑得可开心了。她穿着一条新裙子，踩着高跟鞋，化着妆。姐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嫁个废人，以后有你受的。你看看你，穿得灰扑扑的，跟我换下来的旧衣服似的。刻几个破木头，能卖几个钱？你当初被他救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我那是一时感动，一时感动。他为了你腿都废了，你就一句一时感动？那是他自己要救的，我又没求他。行，你没求他，你走吧，别来我家了。你家？这不就是破瓦风吗？我还不稀罕来呢。老许，你不生气？不生气。他不值得我生气。我有天上的云彩，怎么会为水坑里的泥巴生气？后来有一个视频火了，徐铁军坐在轮椅上刻东西。他的侧脸很好看，像电视里那种硬汉。视频播放量涨到了几10万，订单像雪花一样飘来。我们忙不过来了，我爸妈来帮忙，我哥我嫂子也来了。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刻木头做手工。徐铁军当师傅教我们，他很有耐心，一遍不会就教2遍。生意越来越好，我们租了个小仓库，请了几个村里的妇女帮忙，半年时间攒了10几万块钱。这在以前我都不敢想。村里人开始改口了。哎呀，秋月这丫头有眼光啊，谁说不是呢？嫁了个能人，当初是谁说人家嫁了个废人的？我妈也开始笑了，逢人就夸。我家秋月有本事，铁军也有本事，他们那个网店生意好得很，一个月赚好几万呢。我爸还是不说话，但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。刘晶晶听说我们的手工活火了，专门从镇上赶回来。姐，
刻几个破木头，还真有人买啊！我还以为你多能耐呢，原来就这点出息。许世军，你一个大男人就窝在家里刻木头，跟个娘们似的，丢不丢人？你要是个男人，就干点男人该干的事儿。你要是能干点别的，我那18万8彩礼1分不要，全退给你。你敢不敢？你有那个本事吗？18万8，晶晶当初要了这么多彩礼。许铁军这瘸子能干出什么名堂？秋月这回怕是看走眼了。你说的话算数。什么？18万8的彩礼，我干出别的，你退给我。你敢干不？老许，你想干就干，我支持你。一言为定。行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干出什么。许世军这瘸子，如果不做手工活，能干什么？这瘸子真是意气用事，刚刚做好的卖卖，说不干就不干。秋月这丫头跟着他算是倒了8辈子霉。老许，你想干什么？秋月，我想开个汽修店。我以前在部队就是修车的，什么车都能修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输。我没怕过输，我知道他的本事。他在部队开了8年车，修了8年车，技术比外面那些师傅强多了。可是你的腿……坐着也能修，我有办法。我研究过了，装个升降机就行，车升起来，我坐着也能干活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答应了。我们拿出攒的钱，在镇上租了个门面。徐礼军坐着轮椅指挥工人装设备。村里人又笑话了，一个坐轮椅的还想修车，车底下都钻不进去。秋月这钱怕是要打水漂了。脑子不好使就是不好使，那点家底儿迟早败光。你笑什么？笑他们不懂。不懂什么？不懂我能行。汽修店开业那天没人来，第2天也没人，第3天来了一个跑长途的货车司机，他的车有异响，去了好几家店都没修好。师傅，您帮我看看，这车跑起来咯噔咯噔响，去了3、4家店都找不出毛病。转旧轴的问题，十字轴磨损了。传豆轴，前面几家店都说不是，你拆下来看看就知道了。师傅，你技术太好了，前面那几家店都是吃干饭的。多少钱？比别家便宜1半。师傅，我加你个微信，以后车有问题还找你。我认识不少跑车的，都介绍给你。有一天，镇上王老板的奔驰车开来了。王老板是镇上数1数2的有钱人，开了好几家店，他的车在 4S 店修了好几次，花了好几万，问题一直没解决，气得他要卖车。徐师傅，你帮我看看这车到底什么毛病？4S 店说发动机有问题要换，报价5万。王老板，你这车没大毛病，就是一个传感器坏了，加上积碳太多，换传感器清积碳，3000块就够了。3000？4S 店说要5万。4S 店让你换发动机，是因为换发动机赚钱。你这发动机好好的，换了可惜了。我帮你修好，再开10万公里没问题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修不好，不收钱。许师傅，你真是神了！4S 店那些人都该来跟你学学。多少钱？我给你。不用找了，你这技术值这个价。王老板，王老板，该多少就多少，我不多收。王老板看着那2000块钱，愣了半天。徐师傅太实在了，换别人早就多收了。做人要实在，做生意也是。王老板收了钱，又加了他微信。以后
我公司的车都找你修，我朋友的车也介绍给你。从那以后，镇上有头有脸的人都来找徐铁军修车。1个月后，汽修店的生意就爆了。一共300。徐礼军技术好，价格公道，不坑人，不骗人。来的都是回头客，回头客带新帖。我们忙不过来，又招了2个徒弟。徐礼军坐着轮椅，手把手教他们。修车跟做人一样，不能糊弄，你糊弄车，车就糊弄你，早晚出事。徒弟们都很服他。村里人又开始改口了。铁军那孩子真是有本事，坐轮椅还能修车，一般人可做不到。秋月这丫头捡到宝了。当初是谁说人家嫁了个废人的？我可没说，你别冤枉我。许大山也来了一趟，站在汽修店门口，东张西望。铁军啊，这店不错呀，赚不少吧？还行。那个，你堂弟想找个活干，能不能？不收。我是你大伯。大伯当年抢我们家房子的时候，没想过是我大伯。汽修店的生意越来越好，徐体军忙得脚不沾地，手工活那边我们渐渐顾不上了。我把网店交给了村里的几个妇女打理，他们跟着徐体军学了大半年，手艺都不错。教会了他们，咱们就能腾出手干别的。你就不怕他们抢了你的生意？不怕，这世上活那么多，一个人干不完。再说了，他们赚到钱了，也念咱们的好。我看着他那张憨厚的脸，心里暖暖的。这男人腿瘸了，心眼不瘸。汽修店开了半年，我们攒了30多万。许修军又招了3个徒弟，把店面扩大了1倍。镇上的人都知道，有个坐轮椅的师傅修车技术一流，连县城里的人都慕名而来。有一天，王老板带来一个朋友，开着一辆进口越野车，说是从省城 4S 店没修好。变速箱的问题，里面一个齿轮坏了，换一个就行，不用换总成。省城 4S 店报价换总成要8万，徐铁军修好只花了6000，那朋友当场就要给他介绍客户。徐师傅，你这样的技术，在省城1年能挣几百万，要不要我帮你介绍个店面？不了，我就在这儿。为什么？这地方小，踏实。我在旁边听着，忍不住笑了。他就是这样的人，不贪不急，一步一步走。徐铁军一直在配合老中医做治疗，他也积极的做康复训练。我陪着他，每天早晚各一次。一开始他站不起来，只能扶着架子挪，后来能拄拐走几步了，再后来能走一段了。秋月，我以后一定能站起来。我相信你。你信我？我信你。你是兵王，你什么都能扛过去。他眼眶红了，握住我的手。秋月，这辈子能娶到你，是我最大的福气。不是你娶到我，是我嫁给你。都一样。不一样，是我主动的。对，你主动的。你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女人。月后，徐铁军忽然把拐杖扔了，站在院子里稳稳的。秋月，你看。我跑出去，看到他站在阳光下，腿很直，腰很挺，像一棵松树，像一把出鞘的剑。他的战友们听说他站起来了，专程赶来看他。铁军，你站起来了！兄弟，你终于站起来了！我站起来了！我站在旁边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他妈哭得更厉害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秋月，是你救了他，是你救了他呀！”妈，不是我，是他自己。不是你，没有你，他站不起来。村里人听说徐铁军站起来了，都来看热闹。哎呀，真的站起来了！奇迹啊，真是奇迹！马女婿站起来了，我就说嘛，铁军这孩子有出息。我爸站在后面不说话，但眼眶红了。站起来之后，许其军做了个决定，他想组一个大车运输队。我以前在部队就是开大车的，对这条路熟。现在很多物流公司缺司机，尤其是跑长途的。我认识不少退伍的战友，他们都有驾照，而且我这双腿也该出去跑跑了。我支持他。我们把汽修店交给徒弟管，徐铁军贷款买了5辆大货车，组了个车队。他的战友们听说他站起来了，都来帮忙。铁军，你一句话，兄弟随叫随到。咱们在部队的时候是一家人，现在还是一家人。车队很快跑了起来，生意越来越好。徐铁军信誉好，技术好，客户都愿意跟他合作。1年后，5辆车变成了10辆；2年后
10辆变成了20辆，徐铁军成了县里最大的运输公司老板。徐总，村里人再也不叫他瘸子了，都叫他徐总。徐铁军这个人命硬，他是当兵的，能吃苦，他娶了个好媳妇儿。我女婿徐铁军，县里首富。我家秋月有眼光，当初谁说她嫁了个废人？现在看看谁是废人。我听了只是笑笑。运输队那边上了正轨，汽修店也做大了。秋月，我想起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刘晶晶当初说的话还算不算数？我一愣，想起来了，她说过，如果许提军能干出别的，她归还18万8彩礼。那时候我们都穷得叮当响，她当着全村人的面说的。许提军当时答应了她，你当真？我许提军说话从不食言，他说话算不算数那是他的事，但我得去问他要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知道他不是为了钱，他是为了争一口气，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废人，为了告诉所有人，他当初扔掉的男人不是垃圾。那天下午，我和徐铁军去了刘晶晶家。秋月和铁军去刘晶晶家干什么？谁知道呢？看这架势，不像是走亲戚。走走走，跟上去看看。刘晶晶家的大门关着，我敲了敲门，没人应。我又敲了3下，还是没人。还行子。刘晶晶，开门！谁呀？我李秋月。你来干什么？找晶晶，有事。晶晶不在，你闺女的车还在门口呢，人怎么可能不在？姐，你们来干什么？晶晶，你还记得当初说的话吗？什么话？你说铁军要是能干出别的，你兑还18万8彩礼。当初你当着全村人的面说的，不会忘了吧？我说这玩的，你还当真了？你个瘸子，还想来要钱？我当真了。你说我是废人，只能跟娘们一样做手工活。你说我要是能干出别的，你就退彩礼。我现在汽修店开了，还做得很大。你说这算不算干出别的？当初是你自己愿意给晶晶彩礼的，又不是我们求你的，你要脸不要？当初我给彩礼救晶晶，是因为她是我女朋友，但她现在不是了。而且你们不该到处说我是废人，更不该笑话秋叶嫁了个废物。我许铁军可以被人瞧不起，但我媳妇儿不行。我答应过她，这辈子不让她受委屈。你们说的话我记着呢。铁军哥，你真的站起来了？嗯。你的腿好了？好了。你现在开汽修店，还跑运输？站起来又怎么样？还不是个修车的。二爷，人家修车1个月挣好几万呢，你家孙浩1个月挣5000，你还嫌人家是修车的？晶晶，那18万8我们不要了，但你要记住，你今天看不起的人，明天你可能高攀不起。姐，别叫我姐，我不是你姐。秋月这丫头硬气。身后传来二姨的骂声和刘晶晶的哭声。现在看看谁是废人。村里人议论纷纷，但我心里知道，这一口气我们争回来了。刘晶晶和孙浩的日子越过越差。孙浩在镇上上班，工资就那么点儿。刘晶晶花钱大手大脚，信用卡欠了好几万，两人天天吵架，吵得邻居都不得安宁。孙浩想回城里，刘晶晶不让。你回城里了，我怎么办？你爱怎么办怎么办？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？有也不关你的事儿。他们闹离婚闹了好几次，但谁都不肯离，因为没钱。离婚了，房子车子都没有，两人就这么凑合着过，互相折磨。有一天，刘晶晶喝醉了酒，在村里大吵大闹。李秋月，你凭什么过得比我好？你嫁了个废人，凭什么比我强？不公平，不公平！村里人把她拉回了家，她还一直在哭。第二天她醒了酒，又跟没事人一样。现在知道人家过得好，当初是谁抢人家男朋友的？活该！有一天，刘晶晶来找我，她站在我们家门口，眼睛红红的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衣服也旧了。姐，我错了，你帮帮我吧。帮什么？借我点钱，我过不下去了。我看着她，心里没有恨，也没有同情。刘晶晶，当初你抢我未婚夫的时候，想过今天吗？你到处说我坏话的时候，想过今天吗？你骂老许是废人的时候，想过今天吗？那时候你说铁军是废人，不能嫁。现在他站起来了，成了县里首富，你说谁是废人？姐，
姐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帮帮我。你走吧，我不会借你钱的。他走了。都怪你，非要来丢人。我怎么丢人了？你不是很能耐吗？我要跟你离婚。离就离，谁怕谁？几年后，徐铁军的运输公司成了县里的龙头企业。我们买了大房子，把爸妈都接来住。我女婿是徐铁军。爸，别这么说。怎么不能说了？你就是我女婿，最好的女婿。村里人见了我们都客客气气的，再也没人说我嫁了个废人了，也没人说我脑子不好使了。他们都说秋月有眼光，找了铁军这样的好男人。我听了只是笑笑。当初他们说我的那些话我都记得，但我不恨他们，因为我现在过得很好，过得比他们都好。徐礼军的战友们常来家里做客，他们喝酒聊天，说起当年在部队的事。铁军当年可是我们连队的兵王，开车修车没几个人比得上他。要不是那次意外，没有那次意外，我也遇不到秋月。这是命，我认，而且是好命。有一天，我和徐铁军回村，路过刘晶晶家门口，看到她坐在院子里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衣服也旧了。孙浩不知道去了哪里，院子里冷冷清清的。他看到我们，眼神很复杂，有羡慕，有嫉妒，还有后悔。我朝他点了点头，走过去了。你不恨他？以前恨过，现在不恨了，因为不值得。我现在过得比他好10000倍，我恨他干什么？再说了，我还要感谢他，不是恨，是感谢。感谢他？感谢他当初不要你，不然我哪有机会？对，你该感谢他。那你呢？你感谢他吗？我想听听他怎么说。我不感谢他，因为他当初不要我不是为我好，是为他自己好。这种人不值得感谢。秋月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当初选了我，谢谢你没嫌弃我，谢谢你陪我走到今天。老许，不是谢我，是你自己争气，你站起来了，你把日子过好了，你让所有人都知道许提君不是废人。秋月，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，就是那天在订婚宴上，你走过来问我那句话。我说你要老婆不要？对，就是这句。我这辈子都不松手。我也不松手。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两个影子并在一起，分不开。许大山最后一次来找徐铁军是在一个雨天，他浑身湿透了，头发贴在脑门上，像一只落汤鸡。有人吗？我要进去。哎，你找谁？我找徐铁军，我是他大伯。徐总，门口有个自称您大伯的人要见您。对讲机那头沉默了几秒。让他进来吧。许大山走进办公室的时候，眼睛都不够用了。真皮沙发、红木办公桌，落地窗外是几十辆大货车整齐排列的停车场。他搓着手，脸上的笑容堆得都快掉下来。铁军啊，你这公司可真气派。大伯，有事吗？没事没事，就是来看看你。徐体军没说话，只是看着他。许大山被看得不自在，又开口了：“铁军啊，你堂弟大刚，你知道吧？他以前不懂事儿，现在知道错了。你看能不能在你公司给他安排个活，也不用太好，当个司机就行。”大伯，大刚会开车吗？会，他什么车都能开。他有驾照吗？驾照正在考。没驾照不能开车。那就先干点别的，搬运工也行。大刚能吃得了苦？能，他现在可懂事了。大伯，你还记得10年前的事吗？许大山的笑容僵住了。10年前，我爸去世那年，你带着人来我家，把我家能搬走的东西全搬走了，连我妈陪嫁的缝纫机都没放过。我妈跪在地上求你，留点东西给孩子。你说，孤儿寡母的，要这些东西也没用。许大山低下头，手抓着衣角，身体在发抖。铁军，那时候
那时候大伯也是没办法，没办法。我妈抱着我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哭了一夜。那年我才8岁，我问我妈，大伯为什么抢我们家东西？我妈说，因为咱家穷，穷就被人欺负。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声音在发抖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发誓，这辈子再也不让人欺负我妈。后来我当兵去了，你在村里到处说我妈一个人在家，肯定守不住，早晚得嫁人。说那房子和地，迟早是你们家的。我妈在村里抬不起头，连门都不敢出。铁军，大伯错了，大伯那时候糊涂。糊涂？你砸我家门的时候不糊涂，你抢我家的东西的时候不糊涂，你到处造谣说我妈的时候不糊涂，现在看我发达了，你倒是清醒了。铁军，大伯给你跪下了，你大人大量，饶了大伯这一次。大哥他还年轻，不能没有出路啊！大伯，你起来。你不原谅我，我不起来。你不起来也行，那就跪着吧。许大山跪在地上，身体微微发抖。过了很久，许知君放下笔。大伯，我问你几个问题。你问。当年你抢我家的东西，卖的钱呢？你抢的那台缝纫机，我妈陪嫁的，你卖了200块。你抢的那张八仙桌，我爷爷留下的，你卖了300块。还有那些锅碗瓢盆，你拉了一车，卖了多少钱？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？因为我妈念叨了10年。她不是心疼那些东西，是心疼那份情。我爸活着的时候，一直很尊敬你这个大哥。你在他尸骨未寒的时候，就对我们孤儿寡母下手。许大山的眼泪掉了下来，不知道是后悔还是害怕。大刚的事，我帮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信不过他。一个从小偷鸡摸狗的人，突然变好了，我不信。他真的改了？改不改是他自己的事，但我不会拿我的公司去赌。送许先生出去。铁军，你不能这样！我是你大伯，你爸的亲大哥。你要是这样对我，你爸在天上看着呢。你放开我，走啊！你放开我！我爸要是看见你今天跪在我面前，他只会说2个字：活该。外面雨停了，阳光从云层里透出来。